前這個女人剛生下孩子第2天，就跑到深山裡去砍大葉子，甚至她還用涼水直接洗衣服。坐月子的她不僅要照顧自己虛弱的身体，更要好好照顧自己嗷嗷待哺的宝宝。一大早，阿平就早早的起床了，看着孩子還沒醒，只见阿平快步地走进後山裡，也不知道阿平要幹什么。這裡有一片長勢很好的棕櫚葉，阿平二話不說，掄起菜刀，開始採集這些大葉子。在以往阿平搭建房子的經歷中，這些棕櫚葉都是用在房頂上的，可能阿平是要蓋棚子吧。但不管阿平是做什麼用的，希望阿平趕緊結束這裡的勞動。此時的孩子一個人在家裡非常的不安全，而且現在也是阿平的特殊時期，也一定不能太勞累了，好好照顧自己。沒用多長時間，幾片大葉子已經被阿平收集好了，拉着沉重的叶子趕回了庇護所。此時水壺的水已經燒開了，剛回到屋裡就聽到孩子飢餓的哭喊聲，阿平趕緊要給孩子沏奶粉了。孩子此時已經餓得不行了，趕緊抱起來先安撫一下。阿平一邊抱着孩子一邊給孩子沏奶粉，不過剛燒好的開水還很熱，只能把奶粉先放在一旁冷卻一會。有了小孩之後，阿平的家裡更熱鬧了，寶寶也是非常的能吃，一大瓶子奶粉咕嚕咕嚕很快就喝完了。小孩子能吃就是一件好事，吃饱了之後，阿寶很快就不鬧腾了。阿平院子裡還有很多活要去忙碌，把孩子放在床邊周圍裹得嚴嚴實實的，這一下阿平就可以放心去幹活了。原來阿平是想要在這裡蓋一個灶台棚，家裡有寶寶了就不能在屋裡做飯了，在院子裡的灶台上搭建一個棚子，就可以防止下雨把灶台給弄濕了。此時阿平的肚子明顯變小了很多，他現在幹起活來更加輕鬆了。沒用多長時間，一個簡易的煙台棚就搭建好了。處理完一切後，阿平輕手輕腳地走進了屋子，生怕吵醒剛剛入睡的寶寶。他悄悄地把生產時弄髒的衣物還有寶寶的小衣服一併收好，準備到外頭清洗乾淨。水看着都很是涼，也不放熱水，就這麼徒手在冷水裡一點一點地搓洗着。要知道阿平才剛生完孩子沒幾天，身體正是最虛弱的時候，但他並沒有一句抱怨，只是默默地洗着。估計現在阿平的丈夫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孩子出生，阿平也不打算跟他有任何的關係。此時的阿平也是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，要是有一个好老公多好呀。一直到阿平忙完这一些之後，屋裡的孩子一直很听話，也沒有鬧騰。安撫好孩子後，阿平也要開始做飯了。這個時候，這個簡易的小廚房就能派上用場了。阿平先拿了一些米在水池邊淘了淘，把鍋放在灶台上等待水的燒開。趁着這個時間，阿平又來到了他的蔬菜種植地，準備摘幾顆蔬菜一會兒炒些來吃。越南的天氣非常適合種植農作物，阿平剛種下來的蘿蔔沒幾天已經長這麼大了。摘好蘿蔔之後拿到水池邊，此時鍋中的粥也已經熬好了。阿平用勺子攪了攪防止粘鍋，把粥從灶台上放下後就開始處理這些蘿蔔。阿平也沒有案板，直接拿着柴刀在手裡切這些蘿蔔，但讓人意外的是，這些蘿蔔片切得很好。阿平炒菜的手法也是非常的樸實無華，把鍋架在灶台上，放入點花生油，油加熱之後直接倒入切好的蘿蔔片。阿平也沒有用什麼特殊的調料，只往鍋裡倒入了幾勺鹽，這樣做出來的炒蘿蔔片雖然味道可能不太好吃，但好在沒有各種添加劑。把這一大鍋蘿蔔片盛入碗裡，阿平就準備回屋吃了。再給自己盛了一大碗米飯，坐在那裡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。然而坐月子期間應該吃些有營養的東西，可阿平也是沒有辦法。生孩子的這幾天他沒有時間出去幹活，而且生孩子包括給孩子買奶粉已經花費了阿平不少錢。阿平認為只要不苦了孩子，自己受點苦不算什麼。雖然坐月子的這個時間非常的艱辛而且漫長，但阿平很清楚，他只有用自己的愛和耐心，才能一點點地為孩子建造好一個溫馨而幸福的家。